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欢迎一下我们云林金顺兴这个吴伟明阿兵塞，来欢迎一下，你好，大家好，你在那 K， 我们跟了你大概2-3天了，很辛苦嘞，真的很辛苦嘞。这个传外机师傅的工作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的轻松。你们流程是什么？它现在就是引擎从无到有，所有都要开孔，该装的配件都在这里面了。这就是我们水星250的引擎啊！你只要看到水星的都是我们的客户。是哦。开始要先注意就是开孔，然后跟客人了解一下他的本身操作的手势习惯，比如说有人习惯在这边打档，不好的话你这样要开孔啊、要补啊，很麻烦。船跟车子不一样，车子是可以起码开到船厂去修改，但船就是要像这样都要上架，上架又要请吊车，其实是蛮多程序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便。有水分离器也是照旧，到时候有问题再。应该是基本上不怎么会变了那个线出来可能就是从这边，你也有动啊？没有，它本身就有对，所以到时候我会帮你把它再做一个密封的那个啦，密封，那个不是嗡嗡嗡那个密封，是密封处基本上第一孔记得没错，基本上是外机的标准。我以大马力来讲，小马力不算 ，OK， 是标准尺寸的。上面那一孔，下面可能就是每个厂牌就是不一样。好，大细版没讲啊。OK。下面那2孔不是最下面那2孔是排水孔，我知道的。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装不同引擎跟马力数啊。它还有装过亚马，所以这一艘船我们装过我们今天装的就是那一颗水星250最新型的 V6L。哦 ，V6L， 加水膏也做轻。它是有经过机手之后，他们有自己增减啊，所以重量真的没办法一个确实的数据啊。客人需要什么样的习性啊，要配合他，或是说这艘船到底是工作或娱乐用的。我们要先厘清船的这个用途，还有水域。有的人会装很多设备，有的人就没有啊，就简简单单只是出去钓个鱼这样子而已啊。我看你也很在安装之前，你会很细心的跟船主沟通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置作业嘛。对，因为客人就是他的船的面板的驾驶台是怎样，或是他的引擎跟离驾驶台孔洞，对，还有客人喜欢的是打档是左手右手，就是跟客人协调好之后，或是说客人有特别想要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一定要摆我指定的要的位置。这的是客制化，很牛的客制化，牛客制化。重点外岛你不能出锤，外岛你出锤之后，有的地方是没办法修补呢。如我所说的，外岛都是野外求生的。野外求生的，想办法。这个超 real 的。因为试船，第一个我们的引擎是在架上安装，对，重点是我们只有4发，它是会发，正常发，对。可是你下水中，我们是真正是要测试它的性能，是跟它的运转是不是都 OK。我们引擎下水都是要配桨叶啦，配桨叶，桨叶会影响很多吗？会影响什么？桨叶会影响你船的时速跟反应，省不省油之类的。桨叶会影响省不省油？就什么？比喻车子，它原厂规范就是13寸的轮框，我们给它装到18寸 ，OK， 它是不是就真的比较载重量比较重？对，可是它跑比较快啊，它是尾速跑比较快，没错。可是你的油耗是不是通常也会拉高？就拉高了。所以在船上面的话，如果我的那个叶片装比较大的，是不是变成是它比较快，可是它会比较耗油，是这样吗？对，然后起步也比较慢。万一你这艘是重载船的话，对，你又载货载到满，对。是不是反而对引擎的这个损耗性更高？就是重负载。对，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会建议使用者说，是不是要装大一点的马力去跑？正常来讲是看引擎的负荷转速之内，标准转速。像我们今天这一台就是5200到6000转的。今天这一次是250匹马力，我们去测试是测它那个转速有没有到那个位置。就是紧绷掐，就是我们所有全车啦，对，就是调配到它符合这一台区间的转速内的时候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达到呢？就是想办法一直要配啊，就是把桨叶增大或减小啊。是哦，对啊，没有达到会影响，会对这台车有什么影响吗？会啊，就是你太轻，可能就一直空转，你就是车子跑不快啊，你的油耗就一定会相当于增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试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一定要把那个 pitch， 就是我们说的桨片调到最佳状态。对，就符合它的转速区间内了。哦，原来如此。下水你也可以试一下你的船会不会漏水，或是什么有什么问题点。第二个你可以试引擎的左转弯、右转弯，敏感度、吹油门，诸如此类的。
还有下水可以试一下，有的仪器是要下水，什么鱼探啊，有的没的。对，那个有的都会统一一起测试啊。哦，下水的时候所有厂商都对，是所有设备它会一起用啊。哦，下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除了要测转速以外，我们还要调整它的桨片，再来就是看仪器是否正常使用，还有船的实用性是否最佳状况，是否在最佳状况啊？对啊。OK， 哦，原来下水有这么多的眉眉角角。像下水，我们有时会教客人一些使用引擎上面的一些表里面的该有的功能是什么。我会跟他讲，是说可能几个小时啊，要保养换油啊，对啊，什么这个电压大约在多少标准，可能注意水温啊，是引擎温度、油温、油压等等的。了解，因为那都是要下水发动才比较好教学啊。发动你要看它引擎是否出水正常啊，对，下水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不够丰富，你缺了什么东西，错菜，自己要想办法排解。我以前在这边啊，遇过那种要装机的啊，以前装的引擎的孔是完全没有封的哦，我就想办法弄了一个真的意想不到，我想到我觉得是天才，我去买了一个菜雕，那个我们在剁菜那个菜雕，直接把它锁满，就把它扛了，锁上去了，那一条船还在港口，水深60码。摄影师可能不知道我们叫菜雕吗？我们在剁菜那个剁。我不知道。如果日后男女又有人在 call 你，阿明，我家需要你倒3钢铁，你也是二话不说，就是情意相挺的。自己客人还有啊，自己客人，这是重点，售后服务嘛，售后服务，自己的客人。引擎这种东西哦，很吃售后服务，售后服务如果不好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你在这个品牌流传度啊都会受影响。最少7年，7年，最少7年。云林你是等同是绕了半个台湾嘞。绕南回归线嘛，就云林从高雄、台东、屏东走南回，就是人家所俗称的寿卡公路这样子啊。哇，鸟喂，哇，你这样7年了啊，是什么支撑你让你这样没有变动的这样一个行程？讲白一点，第1年来，人家就是在看这个牌子、这个技师，你可以撑多久？哦，行不行？对。啊，讲白一点，来这边也是野外求生经验啊。通常他们飞一季开始就问说：“师傅，今年什么时候回来？”他就问你说：“今年什么时候回来？”哇，你就会突然有点转不过来。对，我又要回去了。那一天我们来下飞机，他就马上说：“回来了，回来了。”你把这些客人好不容易全部人家都信任我，你突然又把他说抛掉不去，这不可能啊，说不过啊。我这会使偷偷甲你问像啊，你这走7、8年，啊，敢真正赚钱？赚钱就是你不赔钱为原则。讲这边人家都说外岛好赚好赚，其实看样子赚啊，我是觉得来这边是交朋友，不要让我亏钱，了解，让我可以吃饱就好了。持续到没有乐趣的时候吧，没有乐趣啊。没有那种动力啊，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在做事，因为有乐趣？来这边就是放松兼工作，就同时一边放松一边工作，把工作跟生活融合在一起。其实，在船外机这一块，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成长性。其实我们认真做，别人是会看到的。会看啊，每天都在学习啊，不管是人事物、工作，我觉得每天都在学习不一样的东西。跟人生一样啦。过客来来去去，走过来看你下来那么多，每人讲一句话哦，这句话不错，留着用。还有人讲那一句话开机车，帮我机车你一下。我机车你一下。我来讲，你是不是红绿嘛？对啊。你就卖差异是红绿的。你若红，咱是安尼抛头的管定这拍。对啊，对啊。面对船头倒手柄是红的。你去到后边，你就是该反交叉。这是我跟你经验交谈，我跟你教的啦，你绝对1:1。啊，你唔对吧？那唔对。你红的对红的，咱就是唔对，安尼一定是去唔对的。左红右绿嘛，对不？对。左边的红嘛，对。右边绿嘛，对啊。好，咱是咪左红？对。左红，啊，你去到后边，你倒一边是你的左红。你是要背对伊的左红，是面对伊的左红。我听你意思，安尼我知影。咱当然去后边，导咱是面对伊的左红嘛。咱家己的左边，对嘛？倒变过来。所以你是咪去到安尼，你就是背handle路边安尼啊？对。你这条，咱即摆到倒手柄，你去后边就是要倒伊的倒手柄。对。安尼绝对1:1中。安尼我知影，我听你意思。灵感毛不一样搞。现在要装方向舵机，然后必须把那个自重的板块先拆下，因为它这一款搭配的舵机是穿心设计，必须穿过中间的那个横杆。那目的就是要为了咬合力比较强。它现在大马力的需求都已经会开始慢慢的加装这种穿心设计。那这在
扭力或者是咬合力上都会有很不错的效果。那可是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会比较多步骤。现在师傅用的是调节环哦，让油压缸自重的时候都调节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穿心设计，把那个心它待会横杆会过来，穿过来，然后呢垫片放进去，然后这样这颗心已经过来了。那这个动作一定要在引擎挂装之前就要先做好，不然一旦上去的话，它有可能会穿不过去。现在已经上完螺丝，就等把它固定好。哦。先做个心理建设。我们都不害怕，你要做心理建设。我们要出去啊！我想回家了，我想家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家好了。哦，今天坐船进来的很刺激呢。哦，你要不要先稍微给你适应一下？不要，我等浪好了我再试哦。还是你要在这里面弄两圈？不要，我有点吓到。你吓到？没办法，天气因素。下午环岛跟昨天晚上环岛还不一样，很多人，而且比较好玩，有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去走得到。晚上环岛那小姐有啊，乌漆嘛黑的，看一个有比丘尼啊，比丘尼，真的啦，白天有比基尼，晚上有比丘尼。稍稍分不清楚的。哎呀，我眼睛业障重。